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在之前的影片，胖妮讲过，甄嬛也曾为皇后与华妃正面刚，最后以休拒绝她的入队申请，选择了在皇后眼中更有价值的安令荣呢。胖妮会在片尾附上影片链接，感兴趣的小主可以前去复习。咱们今天来讲，其实对于安令荣来说，皇后也是合作的不二人选。而皇后收复安令荣的过程，可以说是她在本剧中的高光时刻，也是甄嬛被算计的最惨的一次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安令荣和甄嬛、眉庄三人的交往过程中，甄嬛和眉庄很少主动到安令荣宫里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安令荣到咸福宫和碎玉轩去找姐妹二人。安令荣的宠之后被浣碧甩脸子、摔茶碗，有一段时间没登碎玉轩的门，还被浣碧在背后嚼舌头，埋怨他恃宠而骄。当时甄嬛为了安抚安令荣，拿出的最大的诚意就是让崔槿汐送东西过去。由此可见，虽然眉庄和甄嬛在物质上给了安令荣很多帮助，但真正持主动态度不断求融入的恰是安令荣自己。而皇后不一样，虽然她前去延禧宫看望安令荣是怀有目的的，但是一进寝殿，她就注意到了这个屋子冬冷夏热，又抓住安令荣的手说好冷，一口一个你最是谦和有礼，打心眼喜欢你，心疼你，怕你吃亏等等的贴己话，让安令荣的情感饥渴得到了极大的缓解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皇后的言语之中表达出的那种偏爱，正是安令荣嫉妒纯儿能从甄嬛处得到，而自己总是求而不得的。如果说甄嬛对安令荣的好让他感觉到被同情、被帮扶、被抬举，皇后的话则使安令荣感受到被认可、被欣赏、被重视。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是不愿意将身家性命放在别人的同情上的，因为同情很容易被收回，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。但欣赏和重视则不同，那是他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。有能力傍身，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底气。前期的甄嬛虽然在潜意识里也有些许看不上安令荣，但如果说她不在意对方的感受，那也着实冤枉了她。从小在有爱的环境里长大，思维方式与安令荣迥异的甄嬛是真不理解他的内在需求。在他看来，难道每个人不都应该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吗？自信这东西是不需要依赖别人的肯定态度而存在的呀。他给安令荣那么多实打实的帮助，还举荐他承宠，华妃折辱安令荣，让他唱歌助兴，甄嬛主动陪在身侧抚琴，替他解围，这不比皇后耍嘴皮子更有诚意吗？这两人的关系就像身边很多朋友说的那样，我只想要一个苹果，你却给了我一大筐桃子。而皇后因为与安令荣有相似的经历和脑回路，一下子就 get 到了安令荣的需求，于是她信手拿来一个烂苹果扔给安令荣，就足以让他感激涕零。前期的甄嬛到底是涉世不深，对于自己那一套以德报德、以怨报怨的行为逻辑过于自信，她以为只要安令荣有良心，就做不出以怨报德的事儿。可是她却忽略了，在生存危机面前，良心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。而皇后是什么人啊？是成长路途中被嫡出姐姐碾压着走过来的人，是为了争恩宠能够手刃亲人的人，是为了不至于大权旁落而谋害过皇嗣的人。这样的人早就不信良心了，相比之下，他更相信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属性。从安令荣的被褥里找出他诅咒华妃用的小人儿，就等于牢牢抓住了把柄，堵住了他的退路。此时的安令荣除了听皇后的话，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联合甄嬛一起破局。而古代后宫也是一个被四面红墙圈起来的修罗场。眉庄第一次见皇后的时候，一句国色天香让华妃抓住了把柄，被怼得哑口无言，暴露了她在突发事件中反应迟钝这一弱点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华妃数次抓住眉庄这一弱点，兴风作浪，栽赃陷害，屡屡得逞。相比之下，甄嬛更会保护自己，从不轻易对外显示脆弱。即便如此，曹琴墨听闻浣碧说皇上当初假扮果郡王接近甄嬛，还是闻着味儿就追过来，设了勤政殿之局。而安令荣的弱点就更明显了，家世不好，
自卑胆怯，疑心重。华妃看到了前2点，才敢大晚上折腾她到翊坤宫唱歌助兴。而皇后则看到了第3点，利用安令荣的疑心重，封堵了她被抓住把柄后的最后一条出路。皇后坦诚自己到延禧宫是有备而来，因为有个好姐妹举报了她。话说到这里，安令荣也仅仅是半信半疑。直到皇后离开，他用一个大耳光来炸宝娟，被宝娟反制，引着他回忆菊青换被子这件事。安令荣对甄嬛的信任彻底被打碎。至此，安令荣已入穷巷，除了听皇后安排，别无选择。而皇后收复安令荣这件事做得环环相扣，一气呵成。这一局的设置甚至比著名的纯元故衣事件还要高明。对于甄嬛来说，安令荣的反水先是让她小产丧子，再让她痛失好姐妹眉庄，如此代价比到甘露寺受苦还要惨烈。好在后宫中像安令荣这样家世寒微，易于掌控，又肯豁出命去争荣宠的妃嫔并不多。也好在甄嬛在甘露寺的那3年快速成长，有效弥补了之前性格中的短板。否则甄嬛和皇后之间鹿死谁手真的很难说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